你还在这样使用燃气灶吗？吃过亏你就知道了。今天教你燃气灶正确使用方法，一年可以省下一半燃气费。早知道早受益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鹏鹏生活妙招。燃气灶我们家家户户都有，而且每天都会用到它。但是有很多家庭燃气灶都用错了方法，难怪你家的燃气费每一年都比别人多交两三百。因为用燃气灶其实也有讲究，比如说外火载以及内火载以及炉架都有说法的。当然，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出在这两个开关上面。那么这两个开关到底有什么影响呢？我们来为大家做一个试验，大家就知道了。首先介绍左边灶台，多数用来煲汤、熬粥、烧水等等，因此我们放上一个锅，然后再将火打开。有很多朋友喜欢将火开到最大，是大可不必。其实火只需要烧到锅底就好了，不需要开到最大，将锅侧面给烧到，这样不仅把锅烧黑，还浪费燃气。且烧开以后需要关小火的时候，有很多人都用错了开关。很多朋友下意识打开的时候，往往会认为开关往左边拧，火变大；往右边拧，火就变小。其实你用错了。虽然说往右边拧，它的火同样可以控制小，但是可以看见外火圈上面也会有许多的火星，这样就导致了燃气的浪费。而我们只需要将开关向左拧到底，就已经是最小火，并且只会产生在内火盏上，这就说明气已经开到最小，并且往右边关小火，还非常容易导致火熄灭，并且在熬粥的过程当中，火熄灭了，你还并没有发现，从而就会导致饭并没有煮熟，而燃气也白白的浪费了。如果你平时也是这样操作的，那么赶紧改回来吧。控火，我们只需要将开关上这个指针给它往左拧到最底部，火就已经变得最小了。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右边这个灶台。右边这个灶台出火孔特别的多，因为右边大多数用来炒菜，因为它的火力特别的猛。会用猛火灶台，不仅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烹饪过程，并且不会因为长时间烹饪而破坏食材的营养和口感，能够有助于保持食材中的盐汁原味。同样的道理，需要小火的时候，我们也一样把火调到最左边，也就是将开关指针调到最下边，火就已经控到最小了。再比如，你平时炒菜的时候，是不是会把火开到最大呢？其实并不需要，我们只需要让火在锅底燃烧就可以了。因为炒菜基本上都是用锅底炒菜，而它边上的余温就可以把锅的侧面烧至高温，不会影响炒出来菜的口感。只需要火保持足够大就可以。众所周知，火开的越小，燃气就越不会浪费。因此，不管是做饭、炒菜、煲汤，我们都不需要将火开到最猛，避免造成不必要的燃气浪费。接下来再为大家分享一个燃气灶的小技巧，我相信你家也遇见了燃气灶打不着火，或者打着火就灭，又或者打着火火力不够猛，那时候你会认为燃气灶坏了，其实并不是。我们可以先用以下方法来试一试，如果还不行，再请维修师傅也不迟。准备一根牙签儿，先把外火灶这些出火孔给它拨一拨，
因为火小不够猛，有可能是里面被这些锈迹或者炒菜做饭时的汤汁、油脂给堵住了，从而导致燃气灶火力比较小。然后再把内火剪也拿出来，牙签掏一掏这些小孔，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些小孔被上面的这些锈迹给堵住了，也是导致火力不够猛的一个原因。所以，我们并不需要着急请维修师傅，先用一根牙签来试一试。直到将每一个小孔都用牙签掏上一遍，最后再把内火枕安装回去。而这两根是点火针，出现打不着火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将这个针给它抽出来，可以看见上面已经裹着一层白白的东西，这些东西它就有可能导致点不着火，因此可以找出一把指甲刀，用指甲刀上面的锉刀把点火针上面的这些脏东西给它锉一锉。当然，用钢丝球也是可以的，前提是一定要保证钢丝球是干的，上面并没有水渍。因为如果有水渍，你就算给它擦拭的再干净，在水渍没有干之前，也会打不着火。直至将打火针给它搓干净以后，咱们再把它安装回去。最后，像上面这一颗小的，可以看见上面也是特别的脏，而我们不需要拆下来，只需要用锉刀给它搓一搓就可以了。因为那一根点火针是尖的，而这一个是平的，因此只需要轻轻一搓就可以。最后再打火试一试。如果这时候还出现打不着火的这种情况，那么就可以请燃气灶师傅了。怎么样，朋友们？关于燃气灶的正确使用小技巧，你都学会了吗？一定要记住这几个方法哦，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浪费。正确使用燃气灶不仅安全，而且一年还可以省下好几百的燃气费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